月5号，有些人像是 Lawyer Desha 说案件里没有看到什么进展。Professor Bante 表示，因为他们不想草率，想都没有想就急着去做一些事情。他也相信，如果 DSI 不能守口如瓶的话，他们也不会采取行动。很多人一直在问到底在等什么，最主要他们是在等5月23号的判决之后 ，DSI 才能去向法院申请索取额外的资料，其中也才能知道当初的调查人员在调查期间的一些 statement。Professor Bante 继续解释，一些人说，看吧，你们根本不能对船上的人怎么样。他说，因为还不是时候。他拿他处理 Lawyer Dam 的案件来讲，今天他坐牢了，也有人坦白了。还记得谁说过什么吗？像 Lawyer Desha 说过，检察官不可能会提高 Lawyer Dam， 不管怎么样都会没有事的。Lawyer Dam 没有错，那他只想问，今天他怎么样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发表意见，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你还会有足够的诚信吗？主持人告诉 Professor Bante， 关于案件 Lawyer Desha 已经说了很多次，船上的人不会坐牢的。Sam 也做了挑战，说他们不可能有罪，不可能坐牢。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自信？他说 Lawyer Dam 也是非常自信，有自信到挑战昆索蒂说，如果他没有错，他挑战昆索蒂喝下71杯尿。今天他是不是也不在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挑战。大多数的人都会怀疑，你怎么能够表现得那么自信？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根据证据来说话。他说，在这个时代，涉及了很多法医科学，照片是真是假都可以被检验，它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他们有任何疑虑，就会发给 DSI，DSI 也会处理得非常小心，也会额外的发给其他的机构 double confirm。知道结果后，就会放进调查报告里面。所以请冷静一点，他们并没有停止。如果什么时候有进展，他们也会继续更新。5月23号是法院宣判案件的日子。之前 Paul 还有 Robert 已经认罪了，所以今天就没有再参与庭审了。In case 我没有讲过他们之前的判刑，我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Paul 的罪行包括疏忽导致他人死亡，作为船长没有合法性的证书情况下，使用已经过期的执照开船，把垃圾丢进河里，船的名字没有写在船头，被判坐牢2年9个月，以及罚款64000泰铢，缓刑3年。而 Robert 的罪行也跟 Paul 差不多，其中也包括疏忽导致他人死亡，被判坐牢2年2个月和罚款54000泰铢，同样是缓刑3年。另一方面，对于疏忽导致他人死亡，法院判 Gatik Sen Lawyer M 3人无罪，而 Job 因为提供虚假资料被判4个月监禁，以及罚款16000泰铢。还有一条罪行是把垃圾丢进河里，被判监禁2个月以及罚款8000泰铢，缓刑1年。Lawyer Desha 解释，法院表示在船上发生的事情没有证人，也没人知道，所以他们只能依据其他证人 Gatik、Bodike 等人看他们之间 chat 的对话内容，里面包含了船上发生的事情，在船尾小便然后掉进河里，所有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法院驳回案件的原因是种种调查以及证据表明 Dangmo 自己冒险走到船尾，然后掉进河死亡，是他自己冒险造成的。其余的人是乘客，没有一条法律列明谁要照顾谁。所以当 Dangmo 走到船尾，然后掉进河死亡，就是人家说的冒险是他自己的错，自己做的就自己承担责任。他自己走去，他自己掉。Sam 尝试去救了，可是救不了，水也很深，如果跳下去的话，也有可能会死亡。基本上来说，就是风险自己承担。法律只有列出，如果你醉酒开船就有罪，乘客醉酒没有罪，你可能要改变法律。关于 Matt 怎么看待这个判决 ，Lawyer Desha 表示 ，Matt 的看法是他不太同意这个判决。Matt 还是会咨询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是共同原告。可能未来的1个月里面会去提交上诉。他说 Matt 还是不相信 Dangmo 的死亡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就是走到船尾然后自己掉下河。Matt 相信船上的人是导致 Dangmo 死亡的其中一个因素。而这个部分呢有点奇怪，因为 Matt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告诉记者们他不会再上诉了，也认为 Dangmo 得到了公道。至于 Gatik 没有说太多，只是很简短的说这3年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打了3年的官司，他对判决结果感到很满意。记者问这之后会提告谁吗？他的代表律师说这就要看 Gatik 了。感觉如何？觉得很开心，因为司法程序是公平的。看见 Matt 的时候有说些什么吗？我想拥抱了一下，说想念对方。
那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有的，现在就等太阳之家的管单了，好奇他们会往哪个方向走。因为今天法院驳回了案件，法院也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驳回案件。所以我想告诉你，法院驳回案件是因为疏忽案件，不是因为谋杀。Kun Ajaria， 请不要误会哦。说给大众听之前，请先做好全面的 research， 不要把大家带到错误的方向。这3年来已经是差不多够了哦。昨天 Professor Bante 说，不管今天的判决怎么样，他们还是会继续前进。接下来是要去哪里？过去的期间，你又有什么？很厉害说话，可是做的时候并没有比说话还要厉害。因为过去的这段日子都对我们做不了什么，基本上接下来就等太阳之家的管单。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4-5个月了，对吧？讲真的，很让人烦躁。如果说没有感觉都是骗人的，那你会告回他们还是做什么吗？不会了，还要来法院，很累了。Matt 说他还会上诉，随便他吧，如果他觉得有需要就做吧。接着不懂记者问了什么关于太阳之家的东西， Sam 说他不想管那么多，因为最后对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那么厉害说话的话就继续说吧，那是他们的事情。另一方面 Hippo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他跟 Gatik 会变得亲近是因为工作而已，可是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了。他们有在同一个工作场合出现，但是没有去打招呼，因为都在工作。接着记者问，是因为不想说话，还是因为觉得没有必要说话？他表示都差不多，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当初他们也很确定，还是不要说话好了。记者问，是觉得痛心吗？他说没有，只是觉得把对方看待成像朋友一样的话，如果朋友是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当朋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好了。另外，关于 Rio 在节目上说 Dangmo 哪里都没去，他感觉怎么样？ Hippo 表示就是那种他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还要担心他们这样的，是一种他自己描述不出来的感觉。隔天24号的时候， Bert 也在 IG 上发布了一条贴文，写着泰国的法律太弱了，富人有钱认识大人物，监狱是为穷人而不是为富人而建的，对吗？另外哥哥 Dayot 也在 Facebook 写了，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怎样它就会变成怎样，但是这个也太恶心了，这个糟糕的系统已经没有可信度了。所有涉及的人，希望你的家人或者你所爱之人遭遇这种事情，我讨厌你们所有人。另一方面，节目上 Loyodesha 说 Dangmo 亲近的人出现在媒体面前时都会说是谋杀，不相信再传为小辩，但是在庭上作证时又是另外一个说法，说相信 Dangmo 是一个很敢的人，敢做这个敢做那个，但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说不相信。他说他不知道这些人怎样还能在社会上生存，以及跟 Dangmo 那么亲近的。之后主持人问了 Sam 是真的吗？ Sam 说是真的，可以 DM 问他，他会告诉他是谁。Vichai 说，大家对这个案件有兴趣的原因是：第一，死者是 Dangmo， 有知名度的明星；第二，案件涉及的人是上流社会的分子，大家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坐牢；第三，有些人渴望被关注，所以制造话题，说把 Dangmo 卖给别人。那他想问，如果他要卖，为什么要带他上船？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 point 先不要讲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也想问，语言上的欺骗跟强行的抓走，哪一个会比较省力呢？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判断呐。再来，他说一些人一直批评警方不出来说明，那他们就是有问题。可是他能理解警方，因为规定说明他们不可以说，他给的证据也不能说，所以人民就不相信他们，就会越想越多。当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不需要认识这些人，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会根据原则来发表意见，因为他这辈子当了调查人员那么久，一看就知道这案件会怎么结束，是什么原因，一开始调查后就会知道。主持人问 Professor Trin， 至今 DSI 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对此，他表示他清楚自己参与的部分，可是不是 DSI 的所有事情他都懂，他们有自己的规划，要怎么分配工作。他说有一个词必须用在泰国的很多案件，也就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那些涉及的人互相认识，为什么会有权利调查案件？而案件的可信度也会让人产生怀疑，这是违背原则还有道德的。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让别人告诉你你认识他。他强调这是一个人本身必须具备的东西，要有自己的尝试和意识，知道自己认识这个人，所以不应该插手这个案件。对此，主持人问他是在说谁呢
Professor Trin 表示他并没有在说谁。同时间 Sam 也打岔说 Professor Trin 应该不是在说他的案件，因为他的案件的所有警察、高级警员，他们都不会让认识的人来处理案件。Professor Trin 应该是在说别的案件，而他也100%确定没有这种事情。另一方面 Professor Bante 表示有些人对判决感到很伤心、失望或者不理解的，他希望大家能理解法院做了最合适的判决。法院驳回了疏忽而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行，因为即使是他自己也不相信是因为疏忽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案件。意思大概就是说，如果 Dangmo 不是因为在船尾掉下河，或者本来出事的时候就不在船上的话，那就根本不存在疏忽这件事情。他说他赞同并且尊重判决。今天看到很多评论说法官判错，他想对大家都公平，所以他会解释一些事情给大家听。他有好几个教授都是资深法官，他们都会教他一些知识之类的。他问了那些教授，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一些没有出现在案件法律程序中的事情，你会怎么做？教授说他曾经遇见这种事情，他自己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资料，那个人说的也是实话，可是案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法官应该怎么做？答案就是他必须根据案件里面原有的资料以及内容去判决，他看到多少就是多少，因为要让原告和被告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方式打官司，而法官是不会插手的。Professor Bante 理解并且相信法院已经根据现阶段的内容做出了最合适的判决。关于 Sam， Professor Bante 表示，即使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会被他们批评，他还是很高兴 Sam 一直 follow 他们的节目，一直 mention 他的名字，代表他一直以来都有在 follow 他的节目，而他也不会被动摇，也不会生气，因为之前就说过了，身为媒体的代表是可以被批评的，而且他们要履行媒体的职责。Sam 身为案件的被告，同样有权利跟任何人争论。还有 Sam 说他很厉害说话，他就当作是一种称赞。如果 Sam 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他应该会很开心做这件事情，一起寻找并且证实真相。至于 lawyer 对威胁说，如果让他们名誉受损，他会提告。他表示他在媒体这个领域不少过25年，不是刚开始而已。他所做的是在范围以内的事情。他做这件事情 condemn 这个字并没有出现过在他的脑海里面，只认为这是他职责所在，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今时今日，所有人都可以做 content，YouTube、Facebook 任何的 live， 你有权利跟任何人交流。可是这取决于人家要听还是不要听，有原因或者没有原因。可是他不认为媒体会拿来做 content。关于判决文件写的 Dangmo 走到船尾，自己自愿冒险。法院用了这句话 Queen Ajaria 拿出了警方和检察官提交的诉讼，里面清楚写下了案件必须决定第1至第3被告人是否有犯下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行。诉讼中的事实表明，死者走到该区域而死亡。船尾是危险以及不安全的地方，没有栏杆或者屏障防止人们跌倒。当死者在船上处理个人事务玩耍时，发生了意外导致死亡。Queen Ajaria 解释，诉讼是从警方还有检察官开始的，所以法院只能根据警方还有检察官提交的诉讼来做判决。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法院已经分析了所有的证据，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存在疏忽的行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 ，Paul 和 Robert 还没有认罪之前，这就是跟 Sam 他们相关的案件，因为他们是共同原告。他说，就拿 Paul 他们已经认罪的内容来说吧，没有证人，但是有调查时候的证词，可以用来打官司的时候互相提问。但是看起来检察官还有共同原告并没有使用任何 Paul 和 Robert 早前认罪案件的证词来提问。就比如说 NBC 的 Dana Grid 和 Beer， 他们确认船上的厕所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可是 Paul 提供的证词说船上的厕所没有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Dangmo 不去上。而法院的文件列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都是要一同带上去的。那这是不是说明检察官失职，以及共同原告律师未能执行职责呢？接下来可能跟案件没有什么关联啦，就是一些关于 Dangmo 和前夫 Dono 的过往。会被讲起是因为今年4月期间 ，Dono 因为感情的事情，所以焦点就再次回到他们当初交往的时候，以及朋友们帮 Dangmo 澄清一些事情。
4月Songkran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途中多诺就说了一些类似有关于他跟 Nisha 的故事。他告诉大家，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已经过了很久，有一个疯狂的人想要游过河流。如果那一天没有那漂亮的女孩跳舞给予他支持，他就不会成功。他知道他做错了，然后非常奇怪的，他后面补了一句：大家能为 Nisha 大声欢呼吗？唱完歌过后还没有结束，他又来了一个神操作，为那些像 Nisha 一样受伤的人加油打气，可以吗？而在这个影片下面呢，有很多人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婚姻不是一场情绪的游戏，这样很不 man。那时候跟 Dangmo 分手，还有现在和 Nisha 分手，一样是在演唱会上宣布和女生分手，一样的地点，唯独不一样的是时间跟日期。那 Nisha 的事情为什么会说到 Dangmo？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Dono 在台上说自己感情状态的时候了。网民挖回了之前 Dono 跟 Dangmo 交往的时候，也同样的在台上说了一句非常让人受伤的话。演唱会上，他告诉大家：大家好，他是 Dono， 他现在单身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不是指向 Dono， 而是指向 Dangmo。大部分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批评他一堆有的没的。Dono 之后出来回应，他在台上所说的话伤害了一个女生的心。他承认自己愚蠢，没有想那么多就说了这样子的话。他承认他伤害了 Dangmo 的心。另外，他说如果 Dangmo 还是放不下的话，并且如果他去探望他，他能感觉比较好的话，他很乐意去见他。请告诉 Dangmo 想想那些爱他的人，还有粉丝朋友们。所以究竟分手是什么原因？ Hebo 说，在 Dangmo 还没有出事之前，他机缘巧合之下跟 Dangmo 谈到了分手的原因。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事情而争吵，类似不让看手机这样子而已。接着 Dono 就直接离开了。Dangmo 也没有想过他们会分手，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争吵，就像夫妻之间争吵，互相生气对方而已。接着 Dangmo 就想去跟 Dono 和好，多几天就是 Dono 的大型演唱会，他特地去演唱会想要跟他和好。结果 Dono 就在演唱会上面跟他分手了，告诉大家他单身了。那时候 Dangmo 很震惊，没有想过会到这种地步。另外 Bessa 也出面澄清了一些事情，虽然影片中他没有提到 Dono 的名字，可是不难猜到他是在讲 Dono。Blackjack 提到这个歌手出轨了，去见其他的女明星，结果 Dangmo 发现了就去问他，他就开始跟 Dangmo 吵架，之后 Dangmo 就去跟他和解，原谅他，可是之后还是再犯。Bessa 接着说 Dangmo 很喜欢照顾男生，他是一个可以原谅做错这种事的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就叫这个歌手自大男。这自大男以前什么都没有，车也没有，只有一辆摩托车。Dangmo 买了一辆 BMW X1 给他用。分手过后，他把车还给 Dangmo。结果自大男的粉丝们看到了就骂 Dangmo， 你干嘛要拿他的车等等等。Dangmo 也没有出来说这是我的车，不是他的车。他也愿意被人骂。除了这个，他被骂的还有另一件事情。有些人误会他们两个人会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Dangmo 出轨，可是事实上不是。外人一直攻击他，他也让他们骂。他还说现在已经很多人骂他了，别人也只会更讨厌他。可是没有关系，那时候 Bessa 跟他们待在一起，所以知道很多他们的事情。衣服也是 Dangmo 买给自大男的，就连结婚戒指也是用 Dangmo 的钱，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付钱的，家里的水电费也是他给的。他那时候没有钱，没有工作，自大男还有一点工作， Dangmo 还要去借钱还水电费，这算什么男人？那时候大家还在担心自大男，可是没有人同情和了解 Dangmo， 只是一直骂他为什么选择 Dangmo。现在大家能理解了吗？他从来没有出来解释，也没有说任何事情让自大男形象受损。